接下来要宣布那个今天的结果。不过为了增加悬疑性啊，这8队我念到名字就是淘汰掉，前面念到的不代表名次，最后剩下3个就是进入前3了哈。自由主义、法纳圭、公民舰队。空瓶子，洞见改除，进入前3了。来站在一起。要不要手牵手？太紧张了。好，第一个被淘汰的是岩壁杂牌军。这2个剩1个哦，这个现在要下注，赶快下注。好，优胜者是建筑师的作品以实参虚，应用结构建造出来的虚实，成就了自我表述的艺术家天职。而诸多的辩证也在自身、建筑和现实之间碰撞涌现。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来之前其实完全没有一个参考，所以就不知道说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做评论。然后看到8个组别都有不同的评论方式，然后我觉得其实是蛮有意思的这样。今天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当初就是设定没有做演说啦，所以也是在符合自己的预期这样子。对。1987年解严前完工的中原大学张静瑜纪念图书馆有一个缺席的公民文化。如果建筑是为人而做的，则缺席的公民文化是否正是中原图书馆规划当时所欠缺的使用群体？当美学试图表达其鲜明立场的同时，使用者便因此迷走在空间的虚实之中。但那种无法一次看穿的空间体验，是否也是建筑师自身经验生命时间所得出的与社会的矛盾产生对话的一种艺术形式？就是反正就是有尽力把一件事情做完。那今天还蛮有趣，就是听到4个评审也都不全部都是建筑背景的嘛，那也是听到很多关于评论这件事情的一些收获这样子。我想一个关键是你们把核心是拉在设计者跟他的设计跟这个环境的关系啊，好像最后欠缺一个最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punchline， 就最后你们的话语是什么？我比较感兴趣，就你们提到那个缺席的公民文化这件事啊，好像很快就带过去，那个能不能再补充一下？阮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公民意识的这个部分，那我也要提问：大学图书馆是不是等于公共图书馆？这样子的这个第2层或者接下去的部分，可能也是大家必须要去讨论的。特别是你们既然点出了认为这个断代性很重要，1987年的这个解严。我觉得就是这评论大概也是第1次办这样活动嘛，所以很多规则可能也不清楚，所以很多形式上也没有沟通好。像说很多参赛团队是用别人的影像，然后用别人的音乐，那我们都自己拍，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没有沟通好的地方。我相信未来会更好。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看到王秋华建筑师从头带到尾这样，然后4位评审也是很认真的、努力的给很多正向能量。老师提到说，我们最想要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就觉得是说，这个图书馆给我们的感觉，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图书馆建立，他就坐在那里，他永远不会动，
那后面的人可能会觉得它跟时代不符合了。但我们觉得呢，它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因为人是跟着它不断的互动，人变了，它的意义也变了，所以它的意义才是重点。所以就又虚又实，不是哪个是实，哪个是虚，我们觉得是这样子，又虚又实。我们的一个 punchline 就会觉得是说，建筑本身它是又虚又实的，这是我这个图书馆跟整个校园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公共的建筑这件事情，它有没有一个崇高的目的？那它除了服务就是使用者之外，会不会那个使用者他也是有血有肉的，有他属于的群体，或是就是我们暗示的公民文化这样子？那这大概是我们评论的目的。谢谢。讲一下岩壁杂牌军。岩壁杂牌军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们那个论述能力还蛮强。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一组是用那个影像来说，一开始东西就录好了，然后像他们是到这边来才讲，然后他是因为有几组上场还有在拿稿，可能那一组上场是完全没有拿稿就直接讲，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口头表现真的蛮不错，对。2楼到3楼到4楼、5楼都有一个连通的空间，让你感觉阅览是没有止境的。每天是开到晚上9点，所以你看到这个图书馆这里都有灯，有很多学生是在这种时候。就其实这次来主要就是学习吧，对，因为我觉得从早上的王建筑师的演讲也是体会到蛮多，他们那个时代的事情。整个比赛过程中，每一组的论述都是非常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我们这次准备其实没有花很多的心力，对，所以主要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好，那回归到我们的图书馆部分，那我觉得在设计图书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量到非常多不同的使用者，可能是读者，或是工作者，或是可能是散步的人。那这些人都有不同的，要给他们不同的机能。就是如果是完全照着使用者来设计出来的空间，跟不特别为使用者设计出来的空间，那它们所产生的公共性会不会不一样？因为空间不一定是由一个建筑物所盖出来的，它可以透过各种形式产生。保有隐私，却又不会觉得，就是它身为一个公共空间所要拥有的公共性，它跟外界有所互动。就是其实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去想，就是没有花足够的，就是没有足够的思考，就是我们内容的连接性，然后所以这样就会导致出来的内容没有办法让别人没有办法说服别人，然后让别人相信，就是不能了解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样，今天就看到很多组别都很厉害。然后自己还是很菜，超级菜的那一种，然后还是要持续学习啦，对。接下来是我们的夜市体验。好的，现在我们来到宁夏夜市，你同时间的吸收那么多的讯息还有感觉，就比如说听觉上的冲击和视觉上的冲击，还有嗅觉上的冲击，那同时间。这种冲击感聚集在一起，这种感觉是太舒服的。你们本来有一个转折点，我后来在期待的是，你拿夜市来跟图书馆做对比，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评论的方法，因为两个你从来不会想到的经验加在一起，可是你没有成功的交织它，所以这块你也丧失了机会，那所以这个整个是有点可惜。因为公共性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们太take for granted 就是所以公共性就公共性，可是公共性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谈，到底什么叫做公共性？我觉得评论最关键的地方是说，你要给出一个不一样的想象的空间，那个东西才是一个最动人的东西。因为王秋华建筑师有说到，图书馆主要是以使用者，可是很多空间并不是由使用者为出发点，所以是这样来探讨。所以。虽然刚刚就是各位老师都说就是没有关系，可是我还是觉得很有关系，然后就希望就是可以知道就是没有关系的点。主要是这个从那个夜市啊到图书馆是有点那个跳脱了，但这个跳脱有可能就产生更好的一种联系。
是需要你们用年轻的同学们来组这样的一些队，他们能到这个地方来，已经是足够有勇气，足够有诚意，足够有能力，所以他们的一些这种评论上的、这专业上的一些缺点不需要过于太在意。这样的一个活动在台湾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显然这边的女性具有某种权利感。当然不是这种明面上的权利感因为它这个权利感是针对台湾的女性对于台湾的男性而言。比如说建筑师是一个非常有性别侧重点的一个职业，所以建筑师还是以男性为主。但是我感觉比较有显示度的台湾建筑师，就我所了解的，像这个姚仁谢老师，还有这个黄志源老师，他们身上都带有浓的这个女性气质。我不知道我的说法是准不准确所以我感觉在这个地方来开这样的一个会是非常合理的。大家好，我们是空瓶子，然后我们这次主要是想以我们组员各自不同的观点还有看法经验，然后来讨论这次的比赛。然后我们之所以会叫做空瓶子，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年级的，然后我们参加的比赛就是主要是以想要有收获的方式来参加这比赛，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就可能是硕班的还是怎样的学长姐，他们可能在这块已经很久了，然后听他们讲的方式就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式，然后就是觉得这才是这次参加比赛比较大的收获。接着我们讲述内容就是我们会先带出一个前提，然后这个前提就算是我们这4个组员所共同拥有的一些生活经历。那一进来大厅这个楼梯呢，它设计成圆弧形状的，十分特别。相较于传统直直的楼梯，更能够吸引使用者的目光。再来挑高的大厅，加上楼梯的垂直阻隔面，势必会造成在大厅讲话的人的音量扩大，但同时也能让高声说话的人意识到自己的音量过大，进而去降低自己的音量。第一个自习室，那我们的组员又分成2种看法。有人觉得说，在这种压迫的空间，反而可以让自己更专注于书本上，他们可以更专注，整体气氛会比较严肃，不会有人喧哗。但有人觉得说，读书压力已经够大了，然后又这么压迫。评审其实有点出我们的点，就是在我们做的东西里面，虽然我们有把我们自己该讲的内容都讲出来，但可能在主题的东西还不够完善。对，他可能点出一些我们还可以再加强的东西。我觉得整栋图书馆可能是风格是偏向一个比较保守、比较简单的一种风格，可能是因为当时时代背景还是一个尚未解严的时候，然后民风可能是还是比较保守、简单一点的。而且王秋华建筑师也是一个比较考虑使用者内部空间的一位设计者，所以我们觉得它整体里面内部使用者的空间配置会比外面的造型来的活泼许多。其实你们就是有点像小黄老师讲的，你们觉得你们的看建筑的位置点是什么？你们是从什么？你们觉得你们4个人是用什么角度来看建筑？怎么说呢？我这个感觉你们做得非常好你们的评论偏向于对各自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总结虽然里面有分歧，但是显然你们是带着很多问题来的。问题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们的问题虽然是非常切实经验式的，但是能不能代表多少使用者？如果要说用一句话来讲，说我们的概念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就回到建筑评论的本身来讲，我们要让建筑评论是一种闲话家常，我们要的是一个像是对话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希望把感觉就只是一个感觉好不好，我们希望把它延伸，它是有深度，它可以变成我们跟任何人都可以讲的一种对话。我觉得我们团队有把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经过练习之后，渐都充分发挥。我对岩壁那组比较有印象，就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自身经验，然后用岩壁来套整个主题，然后而且我看他们在就是有选手还是有评审在问问题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可以很从容的，然后可以回答他们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很厉害。该如何因应时代变迁带来的变化？好，
就是时代变迁，它虽然在建筑当中会带来一些改变，但我们认为不应该改变的就是建筑物带给人的感动，还有它的体验。然后这主要可以从2个方面来讲，一个就是建筑师在一开始的时候必须把我自己嘛，很棒，我觉得比预期的好啊，因为上台我其实蛮紧张的，但是话还是有把它好好讲完。最主要学习到的就是看到其他组的表达，还有他们怎么去诉说他们的观念。至于王秋华建筑师而言，是他在台湾的第一座图书馆；至于中原大学而言，则是可以将张靖宇先生的精神传达给下个时代的学生。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好的建筑，它带给使用者的感受是不会轻易的改变的。像我们漫步在图书馆之中，也有去过很多有趣还有深刻对于空间的体会，像是图书馆的南侧。它是那个图书馆最主要的通道口，是往地下1楼以及2楼的出入口，而这些入口处就正好位于其平面最中枢的位置，让使用者可以很明确清晰的到达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可能就是我本身领域就是以这种方式做陈述，这种方式做评论，可能在他们来讲，可能不是他们所熟悉的那种语言，然后可能就没办法，他们比较没办法接受，所以。不过我还是相信自己讲的表现得很不错。但是节能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或者标语，而是应该是一个正确而可以实行的概念。像是设置中央能源控制系统，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各个角落去监测那个地方的空气品质，然后再针对使用者的需求，维护读者的健康，然后进行空调的开关或者是强度的变化。那我们觉得就是它其实不是像刚才老师讲的那样，它就是盖好就在那边，然后就没了。它其实是我们需要后续使用者和建筑师反复去协调，就像王秋华建筑师一样，然后才能有更好的结果慢慢出现。老师他们的问题都很犀利，其实听到就一组比一组更像建筑系的竞图或评图，后面就越问越深入到就是有点像是学生把模型摆在那边，然后教授开始各个点去抽查，就是他会拿刀子这样刺，然后你刺到就我这边好痛，那种感觉。最后一段我也觉得说，其实可以更精简3、2句话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感触提出来，可是还是代表你们的评论观点这个不是感言，这不是感想而是必须要在你们的观察、你们关注的点最后提出你们特殊的观点，然后最后会呈现你们特殊的视野。就是你们这个自我的主体在场当然很好，但是过于强烈也有问题。就是自问自答嘛，好像也不需要大家给你们再提供什么意见了，你们已经有答案了嘛，对吧？对这么艰深的问题已经有答案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自我封闭。所以刚才几位老师已经提出这一点你们自问其实没有自答。只是形式上做了一个自答，所以还需要再开放一点。关于像刚才有提到的，为什么我们要自问自答，然后展现自己的形象的部分，其实是我们最后的结尾那边有一个建筑的时间剖面。那其实回应到一开始我们自己在看，然后坐在那边很舒服，就想说到底讲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我们在自我审视的一个过程。然后它的关键突破点就是在今天，因为我们是有点像抛砖引玉一样，我们知道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完美，所以今天就是需要各位就是给我们一些意见这样。对，我原本期待的是一个推翻建筑的东西，虽然说我自己也是建筑科系的人，但是我其实很喜欢就是像现在过去那样，对，它是从一个完全不建筑的角度，但是谈到跟建筑很有相关的东西。但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想象中建筑评论要找的那个东西不过我觉得也不错，就是有听到他们有一个新的论述。OK， 好，大家好。那我们这一组是岩壁展海军，那有3位成大学生以及我们其中一个朋友一起组成，里面有2个建筑系，一个工业设计以及一个机械工程学系。我觉得这一次感想不知道有点累，就是觉得很累而已，好像都没做什么事。你有试着讲累，你不是睡着了吗？就是7号好啦，因为我觉得我这次的分工没有分得很好，我这次把大家召集起来，然后我的论述想太慢，然后导致大家后面的事情都很难做事情。我只知道我们今天表现最好的是我们的于大大。
因为他的简报功力太强了，完全不弥补我们所有其他的不足。喜欢我在中国论坛上看过一句话，叫做“英雄是非得到迟暮的时候，也就是他老的时候，他才能被称为英雄”。为什么？因为一栋完整的建筑，它可能会被时间所框住。它在那个时代，它可能登峰造极，完成了所有当个时代我们所需要的需求。但是时间还是会继续往前走，这栋建筑物可能还是会遇到它需要面对新的需求的时候。那我们提一个延毕的案例，罗东文化工厂。作为一个跟建筑绝对打不上边的人呐，可是在这个参赛过程中，我好比说对王秋华这栋图书馆，我发展出一套看它的方式，那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获益良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今以后或许我开始有一种方法学，开始去观察生活中的各种建筑。我觉得最特别是那个女性主义的建筑这一点吧，对，坦白讲，听到当下就是一开始想说，我是不是漏讲了什么？然后听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没想到，对。但我还是给予很好的评价，是因为你们最后用自己的个人经验 round it up， 就这个我从小在一起的地方，这是我从来没有从1楼爬到5楼的这个地方啊。那可是到最后，很严肃的部分，我一直认为建筑评论跟其他非常不一样，它不能逃避美感的问题。女性建筑师对于他们的作品本身，我觉得一直有一个我们说这叫 umbilical cord， 就所谓的脐带关系，那个是一个情感的，那个是一个记忆的，就那个东西是不会断掉的。某种意义上呢，我觉得它去改变了我们当前对于建筑作为一个 masterpiece 这样子一种非常阳刚、非常阳具思索的一个完全另外一种思考的一个方式。那也可以跟你的研毕跟那个毕业去连接在一起。关于性别这件事情，像我刚刚提的那个，我们刚刚举的那个罗东文化工厂，那是田中央，是黄胜元老师的作品。黄胜元老师是男性，然后我觉得他在宜兰扎根很久，所以我并不觉得一分而为二的男性跟女性去区分这个思考是比较是恰当的方式，这是第一点。然后我大概知道那个张小红老师他在指涉的应该是简学艺，就是在台大人文教学大楼那个状况的时候，不过我自己是马上也提出反驳，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整件事情。我刚刚其实当场很想吐槽，就是我觉得外国来的设计师比较容易售后不理，像那个美丽岛捷运站那样子，在地的反而才不会啊。我觉得这跟性别的关系比较少啊。就是到底是你有没有去在地生根的问题。